今天我们说说冰岛数字游牧签证。冰岛这个名字就很冷，但是冰岛有着迷人的风景，确实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是冰岛的游牧签证要求非常高，估计不等你看完本期视频，就会放弃去冰岛的想法。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冰岛这个国家。冰岛不是数字游牧民族的热门目的地，但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让您考虑在冰岛生活为数字游牧民族，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有着崎岖的活火山、巨大的冰川和雄伟的瀑布而闻名世界。冰岛被称为火与冰之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当您想在工作之余想去一个国家旅游时，这里有很多独特的事物可供您探索。冰岛是数字游牧民族的理想居住地，它拥有一些世界上最迷人的风景。生活在冰岛意味着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探索其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冰岛的大多数数字游牧民都会选择首都雷克雅未克作为他们的游牧基地。您可以轻松地从雷克雅未克驾车游览冰岛各地，参观其著名的景点。雷克雅未克拥有快速稳定的互联网，这是数字游牧民族的最大优势。城里有很多提供免费网络的联合办公空间和咖啡馆，您可以在那里做一些工作。雷克雅未克是一座基础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城市，因此您可以在城市享受优质的生活。由于公共巴士遍布整个城市，因此出行很方便。由于没有火车，您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城外的其他地方。但如果你会开车，最好租车去旅行。冰岛是一个小国，有一条公路环绕整个国家，因此您可以轻松驾车前往不同的地方。在冰岛生活的另一个好处是非常安全。冰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居住国家之一。冰岛犯罪率相当低，因此无论您走到哪里都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喜欢冰岛的另一件事是当地人对外国人热情友好。冰岛人民很高兴并且欢迎任何访问他们国家的人，同时英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因此如果需要，您可以毫无问题地寻求帮助。也许作为数字游民，生活在冰岛最好的部分是有机会目睹壮丽的北极光或北极光。作为世界必看奇观之一，观赏北极光往往是许多游客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拥有足够能力获得冰岛数字游牧签证批准，那么您很有可能在冰岛生活时亲眼目睹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视觉奇观。但是冰岛数字游牧签证将作为临时居留许可，允许您在该国为外国雇主工作或在冰岛境外经营企业，它不能用于在冰岛求职或者经商。如果您计划在冰岛工作或创业，您可以转换成工作签证或者欧盟蓝卡。但是作为最难的数字游牧签证，要获得签证资格，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或许听完他的签证要求，你就不敢去想如何去冰岛了。首先，你是来自与冰岛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这里注意，中国普通护照不行。同时，您在过去1年中没有持有任何冰岛长期签证，还要证明您留下来的主要目的是远程工作，还必须证明您不会在冰岛长期居住，出示您的月收入至少为100万冰岛克朗或相当于7000美元的证明。如果您与配偶或伴侣一起移居冰岛，您的月收入应至少为9000美元左右。申请冰岛数字游牧签证时需提交的文件。接下来我们说说冰岛数字游牧签证所需的资料。在提交冰岛数字游牧签证申请之前，您需要准备好必须的文件。以下是申请签证时需要提交的文件清单：一、有效护照，确保您的护照在您抵达冰岛后至少3个月内仍然有效。2、申请表，您可以从冰岛政府网站获取申请表的副本，下载表格并完整填写，仔细检查您输入的详细信息，以确保其正确。如果您携带伴侣或配偶，您需要为他们填写一份单独的申请表。3、签证付款证明，您将为冰岛数字游牧签证支付约94美元。您在提交签证申请时必须提交收据或付款证明。4、健康保险，保险证书必须注明时间范围和承保范围。5、停留目的，它可以是您雇主的一封信，确保您在执行远程工作。6、稳定收入证明，该文件不应说明您每月的收入约为7000美元以上。7、无犯罪记录，从当地办事处获得一份无犯罪记录的证明。8、受抚养人的证明文件，如果您携带受抚养人，例如您的配偶，您还需要提交以下文件：结婚证，你们已经共同生活至少1年的证明，以及2000美元的月收入。与大部分签证不同的是，一旦您的签证申请获得批准，
您必须前往冰岛，并在那里获得签证。冰岛数字游牧签证只有在您抵达冰岛后才会签发。当您抵达该国后，请联系移民局，他们会给您签证，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开始计算。冰岛远程工作签证费用大约是$94。如果您携带配偶或任何家属，您将为每位申请人支付这个费用。冰岛数字游牧签证可让您在冰岛停留大约6个月，同时你也无法请求延长数字游牧签证，但是您可以在1年后重新申请签证。看到这里，估计绝大部分人都会放弃了去冰岛的想法。没办法，很多国家高门槛，我们普通人是很难一下跨越过去的。